然你们誓死不降，那就给我族人练练手吧。朱雀星究竟发生了什么？3年前，仙夷族的朱雀国宣战。这可是我们赵国始祖留下的镇国之物，定能活等周全。区一个翻译修真国始祖，居然是个应变老怪。我让你走了吗？王林取出星罗盘，向着朱雀星疾驰而去。月星与朱雀星本就不远，以星罗盘的速度，半个月后朱雀星已然就在眼前。然而就在此时，王林眉头突然一皱，他在这朱雀星上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，那气息居然是来源于仙夷族。王林目光寒芒一闪，随着星罗盘化作一道流星冲进朱雀星，落地后，他目光扫向四周，只见在不远处有10多个修士正在生死诛杀，其中有一人他认识，正是王卓。此刻王卓的样子尽管看起来是一个沧桑老者，但王林还是一眼便认出了他。王卓内心升起阵阵悲哀，这一路之上他们10多人已经死了一半，这样的战斗在这几年他几乎每天都可以遇到。朱雀国已然放弃了3级修真国，在朱雀国眼中，元婴修士在这场战争之中实在是微不足道。王卓惨笑一声，看着对方那4个仙夷族之人，明明都具备了相当于结丹后期的修为，却并不直接出杀手，而是以戏弄之态一路追逐。就在这时，忽然一个身穿白衣之人从远处来到近前，4个仙夷族之人见状顿时面色大变，他们察觉到这白衣男子身上拥有一股让他们感觉颤抖的气息。王林右手一拍储物袋，文兽飞出冲上4人。是您！王卓一怔之下，立刻认出了王林正是当年在恒岳山化神之人。这么多年没见，你已经到了结丹后期，可喜可贺。罢了，我帮你一次，助你结婴。王林说着，右手一点，隔空按在了王卓眉心，后者脑中的封印顿时被打散，前世的记忆好似洪水一般将他淹没，他身子一晃，整个人昏迷过去。在一座山峰之上，王卓慢慢的苏醒，他望着那正微笑看着他的王林，前世的记忆在其脑中一一回荡，最终定格在了前世妻子死在自己怀里的一幕。随后轻叹一声，谢谢。昔日王家之人，现在只剩下你我，何必谈谢？王卓，最近几年朱雀星上发生了什么事？仙夷族怎么会出现？听得询问，王卓深吸口气，旋即他把近年来所知道的事情一一诉说。仙夷族入侵，世英宗出面全力帮助仙夷族，4级修真国有5个相继背叛，整个朱雀星仙夷族已经占据了一半的位置。王林万万没想到，短短数年居然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。他深吸口气，决定要立刻回到炼魂宗看看是否也有变故。就在这时，王卓再次开口说道：王林，你能不能回赵国一趟，借赵国之威？朱雀星恒岳山下天道宗外，此刻赵国绝大部分修真者全部聚集在此，他们一个个脸上露出愤愤之色，望着远处，在他们目光所望的虚空中，只有一人。沙哑的声音从此人口中传出：你们这个修真国倒也有趣，全都聚集在这里，莫非此地有什么让你们认为可以起死回生的法宝？一个老者从天道宗山峰之上飞出，他盯着仙夷族人平淡的道：你可以一试。那人哈哈一笑，只见他身体上的符文随着笑声好似活了一般，最终离开身体，形成一条条符龙在其身体4周飞舞，然后这些符龙立刻向着天道宗冲去。见得这一幕，天道宗上下所有赵国修士军都是屏住呼吸。自200年前赵国便有传闻，一个赵国本土之人在天道宗化神后留下一个木雕，当赵国面临灭国之灾时，此物可以发挥强大的威力。就在那符龙破空而来的瞬间，忽然整个恒岳山猛地一震，轰隆隆声中，一个木雕从山峰顶端升起。仙夷族的男子见状，双目露出轻蔑之色。原来有化神修士留下的一丝意境法宝，不过这化神修士的修为也太低了些，即便是他亲自前来，老夫也可以让他丧命于此，更何况只是一个法宝。他说着，右手向前虚空一点，顿时几条符龙咆哮向着那木雕疾驰而去。赵国修士纷纷抬起头，目不转睛地望着木雕。这木雕在他们眼中是期望所在，是赵国的至尊之物。只见那木雕轻微一震，一道光环从其上蓦然间扩散开来，与那些符龙撞击在一起，符龙顿时有一大半消失在天地之间，剩下的符龙也是整体缩小了一圈。赵国的修士看到这一幕，眼中均露出兴奋之色。见得这一幕，那仙夷族之人看了木雕一眼，旋即二话不说就要向其抓去。即便是你的主子亲来，老夫也照样说收就收。那男子一抓之下，把木雕拿在手中，看了一眼后笑道：的确是个宝贝，若日后有机会，老夫倒想看看那留下木雕的小辈。恒岳山天道宗上下一片沉寂，所有的修士都是沉默不语，他们心中的象征就这样被人毁灭。赵国的末路似乎无法改变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突然一个平淡的声音从虚空之中徐徐传来：我的木雕不是你可以拿取之物。紧接着2道身影从虚空出现，正是王林与王卓。在他2人出现的瞬间，天道宗上下的赵国修士顿时有人认出了王林的样子。始祖。王林微微一笑，略一点头。那仙夷族之人见状，面色极为难看。
他有些看不透对方的修为。亡灵乍一看好似化神后期大圆满，可仔细一看，其体内居然蕴含了一股奇异之力。这股奇异之力，他从族内长辈口中听闻过，那是修士中应变期的标志。此时他眼中的轻蔑之色早就消失，取而代之的则是深深的忌惮。阁下，把我的木雕给我。闻听此言，先彝族之人立刻将木雕扔出。然而就在亡灵抬手去抓的瞬间，此人目光一寒，大喝道：“符报！”顷刻间，木雕之上闪现而出大量的符文，这些符文散发幽光，轰然间爆炸开来。亡灵神色如常，右手向前一点，只见那些爆炸的符文眨眼间被禁锢在半空中，压缩成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球体。先彝族之人面色大变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攻击居然被对方如此轻而易举的化解。他二话不说，转身正要逃走，忽然天地为之一暗，但见一道巨大空间沟壑蓦然间出现在此人退后之处。我让你走了吗？亡灵平淡地扫了此人一眼，随后右手抓向木雕，一扔之下，这木雕飞向远处，沉入横越山内。阁下，按照我们之间的约定，你们朱雀国放弃3级修真国，换取我们暂缓攻击4级修真国，你要毁约不成？谁和你们的约定？朱雀子吗？这约定是前锋代表朱雀子与我族少族长共同签订的。前锋。亡灵目光一凝，这个名字他听过2次，一次是从柳梅口中听闻，一次便是现在。荒谬！亡灵右手抬起，点在那禁锢住符文爆炸的光球之上，顿时那光球化作一道残影冲向先彝族之人，随着砰的一声，后者口喷鲜血，大声吼道：“你若杀我，身上定会留下符咒之力，我族前辈见之必杀！”听得先彝族人的威胁，亡灵笑道：“先彝族之人，王某杀的还少吗？”只见他右手虚空一抓，那先彝族之人顿时化作一片血雾消散不见。以亡灵现在的实力，杀此人不费吹灰之力，甚至连法宝都不需使用。天道宗上下所有修士见状，内心激动异常，纷纷以狂热崇敬的目光抬头看向亡灵。宗内那位老者此刻走出人群，恭敬地说道：“晚辈天道宗陈风啸参见师祖。”那老者话音刚落，所有的赵国修士立刻同时齐声敬道：“师祖大人，若不着急，还请在天道宗休息几日，让我等晚辈恭敬一二。”老者再次开口。此时王卓在一旁轻叹：“亡灵在赵国住几日吧？你不想去看看四叔现在的后人吗？”随后亡灵便住了下来。在天道宗，亡灵为所有的赵国结丹修士讲了一次道，使得他们此生结因的可能无限增长起来。同样，对于不多的几个元婴修士，亡灵也毫不吝啬地把化神经验对他们指点了一番，从而使得他们对于化神不再迷茫。3天后，亡灵与王卓离开了天道宗。临走前，他布置了一个强大的阵法，此阵法之下可以隔绝一切化神修士。对于一个3级修真国来说，这种阵法可谓是绝无仅有。为赵国做了最后一件事情，亡灵对于这生他养他之地已然再无心执。随王卓去了一趟京都，默默地看了一眼王家后人，赵国之事至此终了。不过亡灵心中还有一道杂念，那便是昔日的横越派。离开赵国前，他准备一探。根据记忆，在赵国一处被称之为象蛇山之处，亡灵的身影出现在象蛇山其内有一个巨大的洞府，洞府大厅内一块玉石上刻着横越派3个充满沧桑感的大字。亡灵望着此物沉默许久，少顷他向一旁石室走去。石室内是一排排架子，上面零零散散的放着一些玉简，在一旁的角落内还有一副骸骨，这骸骨的右手食指点在地面上。亡灵上前看见了一排字迹：横越派，自我而亡，愧对先祖，愧对先祖。亡灵退后几步，对着骸骨恭敬地鞠了一躬，轻声道：“弟子亡灵参见前辈。”随后亡灵转身走向那些玉简，一一拿起，以神识探入，最终在其中一块玉简上，他脚步停下。老夫天资愚钝，此生唯对剑怀有奇异之念，但却不知为何，凡神识处之剑一息后必会碎裂。80岁后，老夫忽有一梦，梦中吾乃一剑之魂，视为剑中之尊。醒后，梦中之剑在老夫脑中回荡，久久不散，好似那便是老夫一生的追求，那便是老夫的前世。我毅然放弃继续冲击筑基，转为铸剑。我要铸造出那把剑。历经10载，这一年，横越派遭遇大劫，强敌来袭，灭门在即。临危之际，老夫开炉铸造最后一次。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此剑出炉，老夫梦中的感觉蓦然间降临，好似身子不受控制拿起此剑。在那一刻，我好似回到了梦中，成为了那剑中之魂。我赐予此剑名为巨斧，此名虽俗，但却是我心中所想。持此剑，老夫解下我横越派之大劫。随后，老夫含笑而终，留下一道剑诀存于巨斧之内，望后世有缘弟子善待此剑。亡灵放下玉简，内心震动不已。前世剑魂，这巨斧与仙剑一般无二，莫非这位前辈的魂魄内蕴含了当年仙剑溃散的一丝剑魂不成？他沉吟少许，离开了此地，出现时已然在当年的绝冥谷外，这里便是他往昔储物袋破碎之处。撕开一道空间裂缝，亡灵探身进入。这一次他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巨斧。半个月后，亡灵皱着眉头从空间裂缝内走出，他一无所获。当下他便决定先回炼魂宗寻找大量仙玉进行应变。朱雀星西部一处4级修真国内，此地已被先彝族占据。在边界之外站着一头戴草帽、全身笼罩在金光之内的人，他手中拿着一枚玉简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亡灵，在你回到朱雀星的一刻，前辈已然知晓，希望你不要让他失望。你帮周某杀了李元丰，封印了雪域国，我周武泰无以为报，便把此物送你。这里面是周某以生死为代价感悟出的柳梅意境，希望你可以如前辈所预料那样把这柳梅的道
心吞噬，成就朱雀之势。朱雀大陆毗卢国北部一座古传送阵内，王林的身影出现，他身子化作一道长虹，直奔炼魂宗。王林速度极快，不久便来到了炼魂宗山门之外。炼魂宗的护山大阵已经开启，形成一道黑色的魂雾，远远看去好似其内有无数冤魂野鬼一般。王林看到炼魂宗的护山大阵，内心松了口气，此阵开启说明其内尚还无碍。炼魂宗内与当年王林离开时没有太多变化，只不过其内的门下弟子越显凋零，远远看去9个金环此刻只剩下了3个。你回来了，一个沧桑的声音在虚空中缓缓传来。只见一道血环出现在了王林身前，正是遁天。他比之当年更显苍老，全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死气。王林双目一凝，仔细地看了遁天几眼，他看出了遁天的寿元已是油尽灯枯的地步。你看出来了，无妨，老夫还有那么几年寿命，不会轻易就死的。遁天哈哈一笑，旋即他扫了王林一眼，内心颇为震惊，后者修为居然在这几年提高了不少。王林沉声说道：前辈这里可有仙玉？好你个曾牛啊！回到炼魂宗就是为了仙玉？我看你若是不缺仙玉，怕是都不会回来吧。为了11尊魂幡，我也会回来。